诸位电视机前的观众、听众，大家好，我是傅和林傅老师，再次感谢大家收看《寰宇惊奇》这个节目。今天我要讲的主题就是最近川普对于美国的太空计划有了很明确的指导。他说，美国太空司令部要重新开启，要重新开启。我上面讲的粉墨登场。这里面它最重要第一件事，它就把中国长征5B 的轨道全程监测，同时对大家披露这个是去年8月29号，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宣布要重启。为什么讲重启呢？因为他以前早就有了只不过能力比较不够。建立美国太空司令部宣布这次是由4星上将约翰·雷蒙德首任你看4颗星，我特别把他穿军装的衣服拿下来。然后这个影片长一点，这个将军实际上下身不是像我们的话立正站好，他不是立正站好，因为这个影片拉下来看，它有一个缝隙那这个全名叫 USS PACECOM 美国太空 Space Command 司令部。那么这个里面，这个川普在致辞的时候特别讲，威胁不断的扩大，我们也必须因势利导，想在太空挑战美国人现在的游戏打法完全改变了然后下面是说，统一的战斗指挥由美国国防部统一负责，外太空我里面写个红字，主要是说海平面100公里以上的所有空域的操作。其实他1945年美国军事太空作战司令部已经有这个雏形但是到了1985年9月这个名称正式开始。到了2001年的9月11号呢，定名叫 Space Command 2002年停用然后合并成为美国战略司令部。这个里面牵涉到有2个我没有写出来，第一个是1986 1月下旬，美国的挑战者太空梭空中爆炸，7个太空人死掉，里面载了很多所谓的军事太空监测的东西在上面。对不起，那没办法了，炸掉了，掉下来了，对不对？在雷公任内。那紧接着2002年到2003年呢，哥伦比亚号再次爆炸，又死了7名太空人。所以说整个太空司令部就萎缩一直到2019年的8月29号才重新成立，而且由少将的编制变成上将。再次强调，太空将是他们的作战领域。那么这个空军发言人还讲了，他说我们定期就包括中国跟俄罗斯在内的所有太空威胁都进行协调了解，定期的举行协调了解同时每一天都在联系。这个是今年2月29号，这个雷蒙德这个4星上将在美国众议院的武装委员会的简报。注意我这个上面右上角那一块的红字跟正下方的红字，我翻成中文就是不得发布除非战略力量小组委员会、美国众议院的武装委员会同意。所以今天我拿到这个资料，照理说应该是他们已经做过简报，而且同意发布的一个内文。这个里面开宗明义这个里面你们大家仔细看，他简报的时间跟简报的人就是雷蒙德上将雷蒙德上将然后开宗明义英文我就拿掉了。他说，在太空领域这种可怕的威胁尤为严重。我把最后一句话拿上来讲，当今复杂的全球安全环境所带来的挑战比我们以往面临的挑战更大。这个主要是呼应刚刚川普讲的那句话，正如我们的国防策略NDS 好多年所强调的那样，我们正面临着我这个红字长期的战略竞争者重新出现。注意到重新它重新出现。所以这个里面我是觉得
大部分是讲俄罗斯啊，大部分是讲俄罗斯，其特点是对自由和开放的国际秩序公开挑战，在太空领域，这种可怕的威胁尤为严重啊！因为这个需求，所以他们要强化由4星上将接任太空司令部的司令。那我们就要讲了，那这个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值得他这样做呢？第一个，我们就看到 X-37B。这2007年 X-37B 在轨道实验这个太空里面做测试的时候啦，在范登堡这个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啊，2009年4月首飞啊。这个全名是戴以有翅膀，看到没有？最前面红边的有翅膀，有翅膀的 X-37B 也称为轨道实验载具 （Orbital Test Vehicle），它2个翅膀是斜的啊。我们首先看第一部影片，这个是波音公司做的 X-37B 啊太空飞机。那么当年它升空啊，把它带上 reliable 可靠，不会掉了就摔下来。第二个呢 responsible， 它降落的时候非常的清楚，能够及时就降落，非常的可靠，而且非常的这个要降落就降落。你注意到上面有4个字 USAF， 翅膀是斜的，注意到前面黑色那块上有2个孔啊。它可以做姿态控制，同时它在飞行的状况下面能够无人做各种高动作的操作。注意到这个里面是无人，但是这个里面的 power 啊，是不是有高能的辐射线呢？据我知道，它这个里面这个夹舱，它高兴带什么东西就带什么东西啊，多重技术、多重任务，而且风险很小，而且基本上它的性能非常可靠啊。注意到它的跑道也很短，这个是在空中啊，这个抓到的信号，这个神秘性就是说你发射以来一直都看不到，这个里面发射了几次，1次、2次、3次、4次啊，基本上呢，对不起，你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起飞，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落下，你更不知道天上做什么事。注意，它那个太阳板直接利用太阳的能量来启动，但是我很怀疑那个可能有的时候不够的时候怎么办呢？不够的时候就要辅助其他的动力，这个里面它是没有讲，但是你可以看它刚刚影片里面啊，出来里面穿了全身的防辐射的太空装，我在怀疑，你看这个影片啊，穿辐射的太空衣的人啊，在上面工作，既然是无人，为什么这么多穿这种衣服的呢？显然这个里面可能跟辐射有关。X-37B 到2015年为止，它有做过4次的飞行。第一次2010年4月发射，在空中待了224天。第二次 OTV2， 2011年3月份发射，在空中待了468天，注意啊，多了1倍哦。第三次2012年的12月，在空中待了674天，注意3倍咯，224的3倍咯。第4次 OTV4， 2015年5月，在天空至少待了717天啊！大家注意到这么长的时间，它只靠这个太阳能的力量能够吃得住整个的能源吗？我本身是很怀疑，所以这个里面可能有其他的能源在上面，但是你我不知道。这个是苏俄当时制作的暴风雪航天太空梭啊，跟美国的很相近。那表示说，苏俄在当时也有能力发射，但是可能经费的关系，各方面它的挑战性、风险也非常的大，所以它后来也停了啊。因为美国已经掉了2次啊。这个是它升空之前，注意到它的2套翅膀，一套前面的主翼，一套后面2个尾翼向斜开。斜开的目的，在我讲有很多。第一，它控制；第二个，它可能防止地面雷达照到它，也有若干逆中的效果。好，你说这个 X-37B 它在空中啊飞行的时候啦，它有好几种不同的形状，看1、2、3、4，它做了最后它显示用了一种，就是右下方那种。它作战的时候呢，有能力对敌人的卫星跟敌人的太空船进行军事行动，包括它可以控制，它可以捕获，可以摧毁敌人的太空船，同时呢监测敌国进行
军事侦测啊，这是它的一个长期滞留轨道的任务。这一张我特别拿下来，就是我刚刚讲他穿的这个防辐射的太空衣啊，可重复使用的自动化，我特别强调是无人太空船。那么 X-37B 呢，它后续的型号有可能叫做轨道轰炸机，或者叫轨道无人轰炸机，或者叫太空战略侦察机啊。那么它重量约5吨啊，所以它吨位跟太空梭小了很多，才5吨重啊。全长8.8公尺，高2.8公尺，比人要略高啊。2个仪展开的时候4.5米长，同时采用倾斜式的布局。倾斜式的布局，我刚刚讲了，可能对于雷达看不见有密切的关系。好，这张就是说，刚刚他看了一个夹舱，那 X-37B 它可以携带一些轻型的负载进入轨道，然后执行各种任务，然后返回地球。同时呢，它在升空了以后，可以迅速到达全球任何目标的上空。你可以说是照相，可以说是侦测啊，对敌人确实精准，注意到精准打击或战略侦测。如果你有 S-300地雷空飞弹、爱国者，这种对它一点效果都没有，因为它是在高轨道300到400公里的轨道，你根本打不到那么大的高度。同时呢，不但它装备了高速飞行的动力系统，同时它携带了太阳板，在太空轨道保持电力。那700多天的电力，是不是光太阳板能够做到？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啊。那么美国的太空网这个网址特别说了，他说 X-37B 显然更适合执行那些随时需要变轨的外太空项目，比如说现在作战了，调到它到500公里高空外面的地方去侦察地面的一些活动，哎，它马上变轨就去了，所以它燃料要带得够。它的大小呢，跟天宫1号很类似啊，跟天宫1号很类似。那左边上方就是太空梭，跟它的比例至少是1/4的长度还要小啊。然后他们这个红字主引擎在后面，然后 payload 中间那块 payload bay 就是中间可以装负载，看你要装什么东西啊，大的小的随便你装。然后前面是空中电子，那右上方就是太阳板啊，它张开太阳板提供它的电力系统。1999年呐，这个美国 NASA 就负责研究这种飞机，它把太空梭缩小，缩到1/4，然后做了各种测试，然后在2006年呢交给美国军方，它的高度我写得很清楚，在300公里以上，倾角42.79度，同时注意到它可以进到2极观测，也就是说，如果你北极跟南极有什么军事行动的话，它马上可以变轨进到北极跟南极去啊。同时它是可以重复使用，可以重复使用。这个里面很有意思，我附了2个网址。美国直到2019年的7月，没有人知道它在哪里，但是2019年7月，在第667天已经有人拍到啊，所以我特别拿出来讲，表示这个已经是人家已经追踪很久了啊。美国 X-37B 的这个太空这个空中的这个小太空船呢，2010年的3月30号啊，在300公里的高空飞，一直到2019年7月2号被拍到667天的时候，注意到右边就是拍到了状况，右边的左边这一幅，上面是的实体，下面是拍到一个鼻头啊，这个有效的 payload 就是中间那个 payload 已经拍到了，所以红色的。那靠右边的上方那一块呢，就是它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头部啊，跟一个尾巴，跟一个中间，头部、尾巴跟中间3个通通被拍到，所以它已经不机密。所以说，美国的这个 X-37B 的机密任务，基本上你只要轨道抓得到，你就能够拍到它在哪里，而且人家已经拍给你看啊。这个其实你看那个网址，他拍这个东西哈，他已经追踪了将近还不到1个月，快1个月，确定了他才拍啊，所以他轨道都能掌握啊。
它用的相机呢是 ALCCD 5L-11啊，单摄 CMOS 的相机啊。同时呢，它在6月30号跟7月20号从头顶上飞过啊，头顶上飞过。我那个红字就是说，那个时候呢，它可能呢正在监视中国大陆的天宫1号太空站啊，在轨道附近的一些状况。所以这个罗尔夫·万德贝格呢，就在6月30号跟7月2号在头顶飞过的时候，用相机快速捕捉到 X37B 啊。那这第5次任务 OTV5 呢，主要是测试太空中电子跟散热器基本上对于环境变化跟仪器设备的影响。好，那这个里面这2张图哈，左边这张图你可以看到，它前面密密麻麻的很多这个在鼻头的部分，跟后面密密麻麻，跟翅膀上密密麻麻，这个地方主要就是它重返大气的时候，这个地方的热度非常的高啊，不像 shuttle 弄了一大多防热砖，结果一块一块的掉。它这个设备因为它比较小，所以它采用另外一种特殊的设备，但是呢，它还在测试，所以它用一种结构切入式的这个散热器来在量测这个飞行体飞了500天、600天、700天，它表面热的温度的处理，以及重返的时候温度的处理，是不是会影响到它飞机里面的设备以及外面结构长期疲劳下的变形？他们正在做这个测试，当然结果他没有跟我们讲。这个就是它这个地面下来的时候，我又再一次放了左下方这张照片，表示这个里面是不是有很多核动力的燃料啊？这个我们不知道，或者是说类似 N2H4 联氨，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联氨在太空里面，像人造卫星就拿来做飞行姿态控制之用，是不是类似这种极度的东西？所以他们怕吸进去，穿着这个防护罩，在做行前或者是落地后的测试。这个里面就讲了，它的体积是一般我们的太空梭的1/4。那看到没有？它写了个部分电源是来自于太阳能，所以还有一部分呢，那就是其他的东西了啊。X37B 啊，发射4次，任务从8个月延长到15个月到22个月，一直到24个月，现在还在延长啊。它的重量呢？大概5吨的样子5吨的样子。那么推力电力以及有效的负载，它可以在2.1米跟1.2米的这个长方形的宽度的这个空间里面放它所要的任何东西。它飞行的速度是每1小时28044公里然后它基本300公里的轨道。那么右边呢，就是告诉大家，你看。它在测试的时候还是用 NASA 的标志实际上后来已经转变成波音公司实际在替美国国防部做事这个时候是走了270天 ，OK， 那么这是第5次任务第5次任务，同时它在任务的过程里面呢，从来没拍到但是呢，这个低轨的这个小的太空系统呢，这次被拍到了拍到以后呢。以后可能他会很小心的。好，这张照片就代表左边那个代表有不同的颜色，注意看左边的不同颜色里面呢，你可以看这个黑色的黑色的代表什么呢？黑色的代表是现在正在执行任务的，比如说 Dragon 看到没有 ？DRAGO 龙型太空船 ，SpaceX 执行任务，左上方收有李靖号。俄罗斯在执行任务，在右边下面是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天宫这个太空站，然后中间那个第2个是灰色的，是已经退休的比如说 Shuttle 已经退休了双子星已经退休了以及阿波罗已经退休了注意到这个比例跟大小跟颜色都有密切的关系这个 shuttle 就这么大然后其他的就这么小。然后呢，蓝色的左边代表它正在发展中的所有的一些太空系统，目前还没有出来比如说是这个稍微比龙太空船还要大的太空船左边同时还有波音公司的跟龙太空船
要竞争的啊 ，SpaceX 要竞争的也正在发展中。那红色的已经是 cancel 掉，就不行，已经 cancel 掉。然后最下方那个就是目前在太空上面啊，300到400公里之间，全世界目前最大的一个太空载具，叫做自由号太空站啊，自由号太空站，它的大小彼此之间的关系。那右边这张照片就是 Shuttle 啊，跟 X37B 的比较，将近4:1的样子。然后那个人在那边啊，那个人可能还高度还没有它高，刚刚说是2.4米嘛。然后那个火箭就是把它带上去的火箭，最上方 X37B，OK， 然后这里面设计的位置啊，它本身之间的载具的前后空间的关系啊，然后这个里面呢，基本上呢可以坐好几个人，我们可以看这张照片啊，1、2、3、4、5、6、7个人可以坐7个人，然后后面就是它的尺寸大小的比较啊，尺寸大小的比较。那这张太空船呢，就是说，当这张照片就是告诉你 X37B 这个美国空军的这个小的这个太空梭啊，它跟这个自由号太空站接触的时候，第一个自由号太空站呢会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天钩把它勾住，然后慢慢拉近以后呢，把 X37B 竖立在太空站上的某一个位置，然后它开始把一些货啊从它的 X37B 运到这个上面，或者是说把太空站的一些货运到 X37B 上面，运完了啊，它就走了以后就利用它的太阳能电池发电 ，OK， 然后右边呢就是说它可以乘多少个人，1、2、3、4、5、6，可以有7个人啊。那这2张照片，这是 DARPA 跟国防部密切关系。太空司令部成立，如果这个在太空里面，他讲了哪一天我看你这个太空，这个小的太空这个人造卫星，有意见，我就派一个机器手臂把你抓来，弄搞，然后给你放回去，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在太空里面利用太空手臂把别人的卫星抓过去，美国 DARPA 他做的一个机械的示范。其实这是一个影片，但是因为节省时间，我这个影片就没有放啊。那下面这个就是说 DARPA 它发展一种有手臂式的机械手臂的卫星，可以飞到太空里面。所以这个里面就是美国太空司令部的，除了 X37B 以外，第2个重要的利器就是什么？我把一些适当的卫星装了机械手臂，在太空里面，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机会、适当的位置，我把你别的国家的卫星抓来啊，弄搞，再给你放回去。甚至不好，他就给你抓来，你偏离轨道，地面怎么讲收不到信号？因为太空里面，你只要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差一点点，它那个不管你 L band 叉 band，它过去的光速非常的细，你就抓不到就失踪就消失了。那对不起，那就这个卫星就废掉。然后如果他抓到你，可以看你你里面装了什么东西，也知道你里面你在干什么东西啊。这个里面我放了这张照片，就是2017年的2月6号哈，日本的这个有一个实验，可能大家不注意哈，他在太空里面回收太空垃圾，他拿一个很长的电杆，利用这个地球是一个很大的磁场，利用磁场一个电线啊，他拿了一个很大的电线在磁场里面，经过楞次定律，它会产生力，这个力呢就可以把这个垃圾呢，太空垃圾抓下来，结果没有成功。所以日本等于是第2个啊，它不是用机械手臂，利用类似的机械手臂，想利用这个方式抓太空垃圾，没有成功啊。这个是说，这个就是太空舱被这个太空站拿了个机械手臂空中抓取的这个动作啊，也就是美国 DARPA 将来就要用人造卫星来抓别人的卫星，就类似这个样子。刚刚讲了一个 X37B， 一个就是空中抓取人造卫星。然后再来就是我要讲过卫星监测系统，也就是美国利用了这套系统，看到我们那个中国大陆的长征5号没有落在该落的位置啊，马上公布啊，所以这叫卫星监测望远镜啊。这个地点就在新墨西哥州 Socorro， 大家知道 Socorro， 我以前讲过 UFO crash 的地方啊。
白沙导弹基地啊，这个地方美国建了一个地基的卫星监控系统啊，长得这个样子。这个是在2011年地基监控系统啊，然后它整个的直径最靠右边靠我这边，这个它的直径有3.5公尺，相当的大啊，这么大的一个 optical 光学式，因为光学式才可以真正实物看到东西。好，这张就是 DARPA， 他现在后来呢，他把这个成功的东西呢，就交给了这个美国国防部啊，美国国防部这五角大厦呢，就是说声明他们可以检测潜在的危险小行星，或者是受到某种系统攻击的时候，可以预先看到它啊，预先看到它。左边这张照片告诉你它这个东西跟人的比例是多大，右边这张照片告诉你实际在 Whiteside 白沙飞弹基地那个太空监测平台真正的大小啊。我就再放一次啊，我上面写得很清楚，追踪小碎片大概可以有22000个小碎片在天空里绕，它可以至少看到22000个小碎片啊。如果说这个小碎片它的直径有1厘米这么大的时候呢，它对整个的系统啊，不管是天气啊、导弹啊，都会有很大的破坏，所以它一定要看到1厘米以上的东西啊。好，这个是在地面上看，但地面上看受到天候的影响，受到很多地面的影响，都非常不方便。所以美国在近这几年来发展了一套叫做 SBSS， 叫 Space Base 天基式啊，在太空里面建 Surveillance 侦察系统，所以叫天基侦察系统。它的计划呢是以地面的为基础啊，透过地面的支持来跟踪轨道上的太空物体，同时实现对未来的太空控制。注意控制时候，它要掌握主权。那这张照片是它的卫星实际的样子。注意它的卫星有一个，它卫星上面它有一个 gimbal system， 6自由度的 gimbal system， 上面可以动，下面不动，可是上面可以调整啊。那么它这里面是说，这个直径大概超过10公分啊，它可以看到17000个直径超过10厘米啊，10公分的东西啊，它都可以看得到。那至于说啊，直径在1厘米到10厘米的物体呢，在太空里面呢，对不起，我有200万颗啊，1公分到10公分。但是这些东西呢，刚刚讲了，1公分的呢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它必须要看到。靠什么看呢？就靠这个卫星看啊。同时，它后面又加了这句话，这我后面有影片。由于2007年中国的卫星啊在空中自毁啊，中国大陆发射了一个火箭，把这个风云卫星啊、气象卫星打掉啊，造成了一个碎片。这个碎片呢，就美国就会用监测系统给它监察，同时放在上面给它看，哇，竟然发现会比自由号太空站很接近。同时，2009年俄国的 Cosmo 251号卫星跟 Iridium 啊这个33号卫星啊西方跟东方2个卫星碰撞，结果呢也是有碎片啊。所以如何掌握这个碎片的控制呢，也是空中监控系统的目标之一。这个是这个卫星啊，在地面在做测试的时候啊，那么这个现在2010年第1代已经发射上去了，现在2021也就是明年，如果它疫情稍微缓和以后，应该来讲时间上应该可以发射，2021年它会发射。那么主要呢是在赤道上方啊，这个是同步地球卫星啊，36000公里，6倍地球半径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派一个监测卫星在这个上面啊。那么2020年以后，2021年呢还有3颗准备也加入这个行列。这样为什么3颗再加3颗6颗，它的面积看得更大，看得更清楚，同时抓到的颗粒更多。好，那间接你既然能够打到它，那就等于说是一个反卫星系统啊。所以反卫星武器在全球范围内继续扩充。美国空军在5年之内投资55亿美金。我刚刚讲的很多东西都是反卫星系统里面的一部分。好，我们先看第3步，这个监测系统啊，
西昌，美国这个中国大陆西昌发射啊，看到这个打这个风云号气象卫星，这个碎片就飘落，经过若干的时间呢，就慢慢随着地球的自转呢，慢慢扩散在整个适当的地球轨道啊，在这个就是我们的自由号太空站啊，太空站在上面飞啊，刚好落在很接近的地方，但是没有落在太空站的上面啊 ，ISS 美国也就是自由视野太空站啊，这个蓝色的是 ISS 的这个自由号太空站的轨迹，红色就是它啊，就是它的散落的轨迹啊。时而在 ISS 上面，时而在 ISS 下面，现在在上面啊。然后其他的蓝色的是现在目前在役的几千颗的卫星啊，不断的在卫星上走动。那红色的呢，就是它的那个散落的碎片啊，所以表示说，美国的地面跟空中的监测系统随时在监看1公分啊，目前来讲应该是1公分到10公分之间，或者是以上的任何物体，它都能够看到，而且都能够画出这个图，告诉大家哦，你这个太空船会不会跟我这个碎片碰到啊？同时，如果它能够看到这个碎片，你有人造卫星，它是不是更能看得到呢？你人造卫星绝对不止大于1公分，对不对？10公分、50公分。它保证看得到，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它厉害的地方。好，讲完了，我们来讲另外一个太空作战里面最重要 X51。X51是极音速5马赫啊，5马赫的这个太空的这个飞机。那么这个是叫做全球打击计划里的一环。美国国防部加速发展 X51A 高超速啊。因为5倍以上就已经是极音速了啊，那么它有的时候可以到7倍音速啊。那主要是呢，注意到下面那一行，它可以在1个小时里面攻击全世界任何一个位置啊，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啊，到位。好，我们现在看这部 X51啊做实验的影片 ，X51B 啊 ，B-52轰炸机把它带到适当的高度开始起飞啊。注意到 B-52下面左边那个白色的物体，就是 X51B 极音速空中无人轰炸系统啊，我不能做轰炸机，轰炸系统啊，它的引擎已经是 Scramjet 啊，非常厉害啊。这个是在极音速下点火，超音速下点火，这个技术全世界，美国、中国、苏俄可以在超音速下点火，也就是你那个风扇开得很大的情况之下，你还要点火，这个是有技巧的啊。这个他们有申请世界专利啊。那么你可以看到，它飞机起飞在高空适当的高度，它把它丢下来还没有飞，还继续飞，飞到高度，然后它把这个 X51B 呢从空中落下来，你这样可以看到它落的那个动作，基本上来讲，它的投射的方式是一种很特殊的控制方式，在最快的速度之下，它能够执行它的任务。但是呢，很不幸啊，据我个人知道啊，这个它制动器的设备啊，还有若干的缺陷。200秒啊，大概持续可以到200秒以后，它温度太热坏了。看到后面有个伴随一架照相，你也可以说是照相，你也可以说实际上追踪它的飞机。然后看到 X51A。这个是在做测试的时候，这个是卡通片啊，你可以看它高度的变化、速度的变化啊，开始啊，这个前面你还放下来以后，开始在一定的程度它开始点火啊，先是加速，看到马上冲到适当的高度啊，调整它的轨道，然后进到极音速啊，但是它的速度要够快，你看它姿态都在做各种的调整后面的 booster， 等一下它就挑下来脱掉。然后开始用 Scramjet 就是在超音速下要点火成功以后，它利用超音速加速到 hypersonic 的极音速5倍音速，同时可能到7音速，然后利用这个速度，它在1个小时之内可以攻击你任何世界每一个角落啊，这是它发展的主要的一个目的啊。那同时它在设计这个的时候呢，
这里面的材料的问题，它目前材料问题还没有克服，就是它这个制动器啊，可能200秒的时候就烧掉就坏掉，所以基本上来讲呢，美国在这个方面的技术呢，它已经算是第一了，但是还有待突破，还有待突破。你注意它下来，慢慢下来，很平稳的下来，没有前面高一点，后面凸一点，然后下来就开始点火，这个是实况，这个是发射的实况实况跟着走还有注意到它那个追踪很长一段时间大概有200秒200秒的时候，它这个白色的雾就开始做一个很奇怪的动作，那表示说它这个控制系统已经坏掉了。那控制系统坏掉的原因，据他们分析，因为太热了你在这么极音速的情况之下看到没有？刚刚有变化一个轨道，所以一个凸线，然后呢产生一个现象。那这个下一次的飞势呢，目前来讲还没有，他们至少没有公布，我们没有看到。好，这个就是它放在飞机翅膀下左边 X-51A 高超音速巡航所以高超音速巡航那就是5倍音速5倍音速然后这个它叫 Wave Rider 就是晨波太空攻击器无人太空攻击器。这个是它 booster 已经脱掉了，然后速度已经加到超音速，在超音速利用 scramjet 点火以后冲到极音速，那个他们画了这张照片下来，前面就是进气口。好，讲到这个，我们就要讲这个第二段了中国天宫1号中国天宫1号2016年3月停止工作。为什么停止工作？他说2018年3月30号、4月2号可能会落下来，可能会 decay 这个天宫1号的样子天宫1号的样子天宫1号2段，那实际上呢长得这个样子天宫1号，中国大陆的天宫1号跟一部那个美国的校车 bus 送学生下课的 bus 很像体积很像。这个是根据美国的这个某种监测系统，就是太空司令部了，然后透过史密索尼的一个科学家发布，然后注意到左边是它的高度，右下方是它的时间。你看它一直 decay 一直 decay 一直 decay 到后面那个红线直接下来的时间上面是2018年的1月16号，还没有 decay 下来。然后这边有一个绿色的 final edge 最后的高度，它做一个姿态控制的调整姿态控制调整最后一次是在2015年12月16号，表示说什么？天宫1号它是有控制的重返注意有控制的重返，下落在它要落的地方，基本上就是南太平洋的太空器的分区这合理的。第一个没有人，第二个就是南太平洋一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干扰好，这是天宫2号，这天宫2号比天宫1号要大一点，你看，这是天宫1号，这是天宫2号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比较这是中国大陆这个航天载人飞行的飞行简表。我们看从左边的神5，它的重量第一个是7790怎么样公斤，就是 7.7 吨。然后你看从神5、神6、神7一直到神9、神11，基本上脱离不了8吨到了天宫1号多一点 8.5 吨，天宫2号 8.6 吨。到了后来太空站，就是现在将来2020到2030年，中国大陆要发展太空站，可以坐6到7人，那么是25吨所以美国为什么那么 care？ 好，我们再看发射的时间，大家参考2003年一直到天宫2号2013年的2014年那么这个里面呢，我们看一下在绕地球的圈数里面，神7绕了太空绕了46圈，3个人同时做太空漫步22分钟。注意到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高度在330到336公里的高度。注意到它不但漫步，而且太空里还送了一个小的卫星进到轨道里面。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关键技术，就是那个时候的太阳黑指数是0，代表是说什么？中国大陆神7的3个人在2008年的9月28日执行
9月25日执行太空漫步的时候呢，太阳黑子完全没有，非常安静，所以对人没有伤害。你能够预测到这么成功的技术，我是觉得美国苏俄再厉害也不过如此。所以我特别拿出来讲，神七是个关键点。然后我们再看天宫1号、天宫2号。天宫1号2018年4月2号受控重返，落在南太平洋。天宫2号2019年7月19号受控重返，也落在南太平洋。但是这一次太空站这一次的长征5号太空站的前奏，对不起，它没有落在该落的位置。它是一个无人测试重18吨的火箭完成任务，在不受控的情况之下，落在一个地方，连20公吨。这张是长征5号火箭系列，我们可以看这张图，大家看这张图，长征5号核心段最终的轨道它火箭重返，注意到那个蓝色的就是它重返美国的，不管是地基还是天基，抓到它的位置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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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通过美国上方，最后在纽约的上空通过纽约的上空，15分钟以后那个圈圈的地方是很有可能落的地方。这个轨迹再往下面就是非洲的北部，非洲的北部再往下面，如果它还不落，再往下面那就是到了澳洲最危险的 case 落到澳洲的陆地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它现在已经落在这个上面了落在这个黄色圈圈的位置，而且这个位置呢，跟我们所谓的太空坟场落在这里看到没有？一个黄点的地方空间站和低轨道的大型的航天器，最后利用燃料减速来控制，使它落在这个位置。但是天宫1、天宫2跟这个俄罗斯的密尔太空站，甚至包括未来的 ISS 自由号太空船，都会落在自由号这个太空站，基本都会落在这里。为什么这一次的长征5没有落在这里呢？所以有人怀疑是不是技术不行还是什么？这个都是猜测。实际我来讲，如果说是有疫情的影响，或许它本身来讲，它人为的疏忽，它控制不好，所以它没有落在那个地方，还是说它根本就没有控制，它根本就要知道它的特性。因为大家知道 Elon Musk、SpaceX 公司，它落了这个主要的火箭是用垂直落在它定点的位置，它是不是未来也可能做这种类似实验，我们不知道。但是我这个技术只是告诉大家，美国确实能够掌握它的位置，透过什么？太空司令部的监测系统。所以说我这个例子就告诉大家，它现在在监测中国大陆一举一动。你可以看到这个里面是左边是美国、欧洲以及中国大陆苏俄发展的火箭系统。长征你注意到1、2、3是左边数过来，第4个是长征Long March 长征9号，看到没有？现在只是长征5号还不到9号它长征9号，它准备载多少的东西上太空呢？跟美国当年1969年登陆月球的土星5号是一样的，140吨，看到没有？你们看下面的国旗140吨，所以表示说美国的太空司令部基本上来讲它在2月份发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简文，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现在要真正启动，准备对付什么？准备对付长期战略竞争者的重新出现。那么这个太空司令部的任务，所以说为什么会找一个世新上将，表示他的任务确实比以前要更重，他要扛起更大的责任。同时，这个里面的敌人到底是中国还是俄罗斯呢？还是其他我们讲的太空里另外的敌人呢？我们就拭目以待。谢谢大家这次的收看，下次再见。